走笔的方法，有浓淡、浓破淡，这样形成一个效果。脑枝交接的地方嫩芽比较多。好，这个脑枝呢，我们先把笔洗一下，然后刮掉一点水分，不用太干，笔里面还是要含一点水。接下来直接调浓墨，调到1/3左右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地方稍微侧一点，重一点，这里直一点点，然后又弯一点点。好，慢慢把到上面来之后，这里又变得淡一点，这边淡。这个地方行笔比较快，所以呢，它应该属于这种枯笔。外沿这一段有直，下面这一段这是弯的，我们称为曲。基本上一笔下来要完成这个浓淡枯直曲这5个部分。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弯的啊，它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变化和对比。画完之后，这是第一笔，我们可以加一些细节，加一些抬点，然后边边这地方可以用一些整理一下，用双钩的手法啊，水分可以少一点啊，把干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把笔刚刚沾了一点，把多余的水分吸掉一点，抬点，干了之后呢，上面呢你可以侧锋也可以轻轻扫一下，这样它就有一些变化。注意这个勾线边边，你加这个修饰的时候不要把线条画的那么死啊，它有的地方深，有的地方淡，画出脑枝的这种干枯的变化就可以了。抬点，点这个抬点也要注意这个疏密，这里密，那么这个地方疏。加一下这个枝条的这个细节，就更加的耐看。特别是下面这个粗的地方，我们要多加一点。没有墨的时候呢，可以稀一点；如果墨不够深的话，你可以稀一点。这种顿笔的笔法是怎么弄的啊？你看呢，按一下，这样，可以竖着，一边顿一下，拉一下，顿一下，拉一下，可以按一下，拉一下，按一下，拉一下，这样重复动作就形成了这个顿笔的效果。可以反过来一样的呢，顿一下，这样，当这个地方比较干枯一样，这样就有一种顿一下，拉一下，顿一下，拉一下，重复这个动作，顿一下，拉一下。当然可以弯，可以直，这样的话就形成这种干枯，这种轻重的变化。你慢的时候这是慢，然后你快一点就会形成这个枯笔的效果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枯笔。接下来你又可以变一下呢，这是弯的，顿笔。所以行笔快，它就出现枯笔，这样顿拉顿拉就形成了这种节奏变化。那按着往上一样的顿拉顿拉，好，重复的动作，然后直一点，然后又弯一点，这边也是。小笔也是啊，小笔呢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种呢就是顿一下拉一下，顿一下拉一下，就形成了这种顿笔的这种节奏变化。看一下枝条的组合，先把笔洗一下，稍微刮一下水分，笔尖沾浓墨，慢慢笔适当转动一下，这里可以穿插一下。
边的地方取直，然后弯一点，在这个地方稍微穿插适当分点叉，再加长一点啊。比如说这里来个直条，然后又可以从后面穿插过去，弯一点到这里，那个主，那么这个就短一点。可以很长啊，这种我上面都可以，有短有长。分叉刚好3个叉，这边可以到这里交叉都可以。这边呢可以来个朝下的，让它稍微有一点变化。中锋用笔一笔往上，很长。分叉，这些都可以这样交叉一下。把它挡住，往这边走，分个叉，这边再来一笔，分叉，有正有侧。先让它出个枝，有长一点的。芽苞有大有小，
有的长一点，有的短一点。这些斑点地方多加一点点，中间侧边2个，注意大小变。脑枝交接的地方嫩芽比较多，我们画的长短不一样，有长有短，图就出来了。这种密疏，然后脑枝嫩枝的话一般比较直，而且比较有弹性。